our teacher. Teacher. Yeah, yes. All of you are teacher. Yeah. 这座城市曾是帝王的心脏，却在一个春节被炸得支离破碎。这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今天已一半成为废墟，但它承载的历史价值仍令它成为越南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人称它是越南版的紫禁城，但它的命运却跟中国的紫禁城大相径庭。它是位于越南中部的顺化皇城，在阿术闯越南第36集和我一起走进顺化皇城，看它是怎么从皇权的象征变成历史的叹息。此刻，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都城。它于1993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越南9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就是位于越南中部的顺化皇城，被称为越南版的紫禁城。这些旅游大巴也是冲着顺化皇城来的。哇，这个湘江两岸风光很好哎。这是位于顺化皇城以南的湘河，被称为是顺化的母亲河，全长约30公里。穿过顺化古城后，缓缓流向东海。这蓝天白云的，太漂亮了，这地方。哇，好浓的一个摩托车尾气啊！前面就是其中10个城门的其中一个城门啊，这摩托车居然能开进这一个顺化皇城的里面哎。相比一些这个经过翻新的，就是锃亮的一些古建啊，这种泛着陈旧感的、泛着这个斑驳感的更吸引我。我先吃点东西啊。哦，再撒一点炒花生啊，番茄酱啊，哦 ，enough 筷子，这个像是豆腐乳啊，哦，还给我一个蘸水，这个豆芽跟生菜哈，就是这种比较薄脆嘛，就是油炸的哈，里面有这种豆腐丝。还有这种像肉糕一样的哦，还有这个炒花生啊。现在就是能吃饱就是好吃的，还有木耳丝啊。虽然这一碗才3万越南盾，但是这个享受是无价的，因为你能想吗？我边上就是顺化皇城的护城河啊，可以说顺化皇城是有2条护城河的。回头我们再聊一聊。一边品尝越南，一边品尝顺化河粉啊，一边看着这个周长约10公里的城墙，还有10个城门，以及这一条护城河，我感觉我这个肚子里面是空的，能够感觉到它就是空的，就有这种感觉。这个番茄酱真的是点睛之笔啊，它就是酸甜的。番茄酱呢，就是让你在酷热的天气里面感受到一份爽口的。你看这游客还不少啊，来一杯越南柠檬茶，有椰子，有甘蔗汁儿。我嫌这个柠檬不够，我又拿了一个2万越南盾这么大一杯，6块钱。哇，太舒服了。Bánh đấy là bánh mới dưa ngon lắm, bánh ơi. 昨晚基本上一宿未眠，就是感觉太累了，没有力气进去拍了，
摆烂了。今天吃饱喝足了，我们开始慢慢的欣赏这一座世界遗产。眼前的城墙是顺化皇城最外围部分京城的城墙，约10公里的周长，其护城河中的水是由湘江引入。大概在周6举办的一个比赛，25位越南女孩参赛，选出一位 Miss Vietnam， 票价的话最便宜是100万越南盾。大概在10年以前，我在北京念书，那几年呢，我偶尔会骑着自行车从北京的通州骑10多公里去到天安门，走进紫禁城，而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越南版的紫禁城。在开始今天顺化皇城的游览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起源。从17世纪开始，越南境内虽然名义上呢是由后黎朝皇室统治，实际上实权掌握在军阀豪族手上。那时候的越南实际已分裂成2部分，越南南部被广南国阮氏家族控制，以今天的顺化市为政权中心，而越南北方被郑氏家族控制。他们不仅控制了越南北部，还控制了后黎朝的皇室，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定都今天的河内。南北2大军阀豪族割据一方。到了1771年，出身西山地区的阮氏三兄弟率领农民起义军，先后推翻了广南国阮氏的统治，之后一路扩张，歼灭了北方的郑氏政权。1789年灭后黎朝，结束了越南长达200多年的混乱割据状态，建立了西山政权。但西山政权极其短命，只存在了24年。前面说到，被西山朝推翻的广南国阮氏，其后裔阮福印，这些年呢一直借机复国。终于在1802年，阮福印从顺化出发，挥军北上，灭了西山朝，统一了越南，并建立了阮朝，成为阮朝的开国皇帝。而后阮福印派使臣向清朝的嘉庆帝进表称臣，请求册封自己为南越国王，但嘉庆帝不认同南越2字，改封阮福印为越南国王，于是开始以越南为国名。前面说到，越南南部从郑阮纷争时期呢，就是广南阮族的统治中心。早在阮朝建立以前，阮氏家族以顺化为中心，建了不少的都城和宫殿。得到嘉庆帝的承认后，阮朝的开国皇帝阮福印呢，在原有宫殿的基础上，仿照北京紫禁城的规制，大幅度的扩建皇宫，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命令建造10公里长的城墙和护城河。护城河中的水是由一系列水门从香河里面引入的。小孩问我要 YouTube OK。顺化皇城是所谓的3重城制，也就是它由3部分组成，最外围的这个京城部分，以及进了这个午门以后的皇城部分。在午门里面再进一道门，就到了这个更加皇家森严的紫禁城部分。20万越南盾一张，60块钱一个人。现在我们处在的是顺化皇城3部分的京城部分。它是最外围的防御性城墙呈正方形，周长约10公里，有10座城门，护城河环绕，主要是负责军事防御，保卫王城越南的年轻人穿着他们古代的民族服饰来拍照就像是这个沈阳沈阳故宫，大家穿着清朝的服饰。这个就是午门了，那里写着午门2个字午门之上呢是宫殿，是皇帝举行仪式和阅兵的地方，最高处供皇帝使用，两边对称屋顶供皇后、大臣和乐队使用，结构为木质重张歇山顶，屋脊彩绘，雕花精美，富有皇家气质。在1945年，越南的末代皇帝，也就是阮朝最后一任皇帝保大帝，在午门城楼上举办了退位仪式，将象征权力的国玺和宝剑交给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的代表们。
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落下帷幕。穿过午门就来到了皇城的第二部分，皇城部分正直躺平。这个午门呢，象征着正门啊，所有大典仪仗都是从此出发和归来。顺化城中的殿试考试结果会张贴在午门前许多试纸，在此引榜。皇帝在五凤楼上检阅军队，下面就是五凤楼。皇城是皇帝举行朝政仪式的地方，前面是太和殿，举办大典的地方，还有寺庙、祭祖的地方。这写着高明悠久。穿过午门就来到了京城的内部，称为皇城，周围是由长约 2.5 公里的城墙包围，南北长约604米，东西宽约620米，城墙的高为6.5米，厚1.04米。这应该就是太和殿了吧？是穿着木屐的哈。眼前的太和殿位于午门之内，它是始建于1804年，1805年的就建成了。当年这个阮朝的开国皇帝阮福映呢，就是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典礼的。太和殿是阮朝最重要的皇家正殿，位于顺化皇城中轴线上。穿过午门后呢，它是皇城内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相当于中国紫禁城的太和殿。里面的面积约有1200平方米，殿内深处设有皇帝宝座和宝伞，殿内有80根木质立柱，装饰有精细云龙浮雕，地面为花蛇黑色大理石，屋顶重檐，覆黑色琉璃瓦，并镶有彩色瓷雕和玉制诗歌瓷片。里面有2名保安不给拍照的，我们能图片看一下，就是特别的金碧辉煌的感觉啊！就是最正中的地方有一座皇椅。你像太和殿，它的作用，比如说国家大典举行场所啊，如登基、万寿庆典、接近外国使节，包括这个阮朝历代皇帝都是在此登基的，都会在太和殿举行隆重典礼，接见文武百官，外交场合。待会我们再航拍一下。你看啊，你看我们是从这走进来的，穿过午门，然后就往前走，这是太和殿。穿过太和殿应该就到紫禁城了。精美的雕塑跟图案。太和殿在1968年顺化战役中被破坏，并于1970年重建。太和殿的后面的部分。从太和殿出来就看到这一幕，从后面看一下太和殿，往前走是紫禁城，皇室成员生活起居之地类似于北京的紫禁城，普通人禁止进入。他都已经拉起了绳子了，你看它多古色古香呀，那些墙面。前面的这道城墙就是紫禁城的城墙，过了这个大宫门就进入到了顺化皇城最森严的一部分紫禁城，是吧？感觉经过了这就进入到了紫禁城里面。但是紫禁城里面好多的宫殿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啊！在这些地基上呢，原本是有比如说勤政殿、武醒殿、文明殿、真明殿、光明殿、乾城殿、昆泰殿、顺辉院、养心院，但是今天呢都不复存在了，现在都看不到了。
就是留下了一片空白的草坪，就这个地方就地基了，宫殿的地基了，现在就什么都没有了。之所以这些宫殿都消失了，就要说到前面提到的1968年的顺化战役，这是越南战争中最激烈的、破坏性最大的城市战之一。而顺化皇城的紫禁城呢，在这场战役中严重受损。因为顺化不仅是越南阮朝的旧都，它呢同时也是越南中部政治、文化和交通枢纽，战略位置比较重要。当年呢，这个北越军队占领了顺化皇城大部分区域，包括紫禁城，用作这个指挥部和火力点物资储藏地，这使它成为了南越军和美军攻击的重点。为了夺回皇城，美军使用重炮、坦克、火炮等不断的炮轰皇城，导致了这个在1个多月的一个顺化战役之后，紫禁城的大部分建筑被摧毁啊。可以说除了太和殿，很多的这个宫殿都成为了一片废墟。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知道，我去了越南河内的升龙王城，去了越南宁平省的华吕古都，还有就是现在的顺化皇城。可以说把越南的历朝历代的古都都基本走完了。每到一个古都，我就会想当时的这个帝王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都城的一个选址。那么顺化来说呢，首先阮氏家族世代呢就以这个顺化为他们的政权中心。阮福英统一全国，建立阮朝以后呢，回到故地定都，有延续家族和地方势力的这个根脉。第二，如果摊开地图，会发现顺化是位于越南的这个中间的位置啊，位于国土中轴，又有湘江贯通全城，易于统领南北，交通啊、补给啊都比较便利。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从航班能看到顺化它的四周是这个连绵不断的山脉，可以说有山有水，它是符合古代这种有山有水、天人合一的这种礼制的。同时呢，它又能提供天然的屏障。这座宫殿叫晋中殿，位于紫禁城的最北部，靠近前城门一带，是皇帝后宫生活区域的中心。作为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帝生活和办公的宫殿之一。我身后是越南唯一的融合了越南传统建筑风格跟法式殖民建筑元素的建中殿，有法式大窗、拱门、阳台、玻璃装饰等，象征着阮朝末朝皇权逐渐西化、近代化的痕迹，是顺化京城中唯一带有法式建筑风格的宫殿。建中殿的中西合璧风格。哇，真的极尽繁复之美啊！每一立方毫米的外立面都像是装饰着图案。哇塞，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风格的宫殿，中国是没有见过类似的。从建中殿往前看，这是前面的太和殿。前面聊到，在17到18世纪时，越南南部是广南国阮氏的地盘。后面虽然西山朝灭了广南国阮氏统治，但其后裔阮福英呢一直寻求机会复国。他向法国天主教主教寻求援助，后者呢带回了武器和欧洲顾问，帮助阮氏最终统一越南。但从1858年开始，法国对越南南部发动了军事行动，迫使阮朝割让南部3省，并签订了西贡条约。法国直接取得对南部的殖民控制。再后来，法国逼迫阮朝接受法属保护国地位，皇权被置于法国驻官和顾问的实际控制之下。法国呢，在经济、税收、土地制度、铁路和教育上都对越南实行改造，让我想到了这个溥仪的皇宫啊，让我有种感觉。
建中殿位于顺化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它最早是建于1921年，并于1923年完工，是这个保大帝和他的夫人南方皇后生活的一个地方啊。包括后来在1945年呢，保大帝呢也是在建中殿宣布退位诏书的，但在1947年的战争中，该殿被炸毁，仅剩地基。在2019年开始重建工作，耗资1000多亿越南盾，在2023年重建完成。这是越南最后的皇室成员了，相当于中国的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里面最后生活的那些影像，家族成员。游览顺化皇城的建中殿，让我不由想起今年年初在中国东北吉林我游览的满洲国皇宫啊，它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个宫殿，和这个宫殿有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他们的命运也比较相似，都是这个殖民政权的一个傀儡皇帝啊。是殖民政权为了获得这个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和棋子。虽然他们表面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但是内心苦闷，因为受制于人，或者说寄人篱下，没有实权，郁郁不得志。在1802年，阮福映挥师北上，灭了西山朝以后，建立了阮朝。但是，一直到4年后，也就1806年阮福映才正式称帝。在阮朝的这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可以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因为那个时候法国的势力已经不断的渗透到这个越南了。可以说从19世纪末开始，阮朝就失去了实权，法国呢成为越南的实际统治者。在1940年二战期间，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但仍保留法国殖民政府作为傀儡政权。在1945年，日本为了防止法国在盟军的帮助下反攻，赶走了法国殖民政府。日本人为了获得越南人的一个支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就扶植了这个末代皇帝保大帝，宣布独立，成立大越帝国，由保大帝任国家元首，实际上呢是日本的傀儡政权。那么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越南就进入了这个政权的真空期，因为失去了日本这个靠山。这个时候呢，吴志明领导的越盟迅速发动8月革命，占领了全国主要城市。后来呢，也进入了顺化皇城，保大帝宣布退位，并将象征皇权的玉玺和玉剑交给了越盟。退位诏书中，保大帝说自己做公民比做皇帝好，好像溥仪在他的自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保大帝在顺化皇城午门宣布退位诏书后，立即呢成为了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位公民，并于1946年跟随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中国重庆。访问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前往了昆明和香港，并最终在香港的浅水湾寓所内过着流亡生活。而到了1955年，他再一次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度过了余生。
到这就没什么游客了。这个是皇室的一些花园吧。从侧面看一下建中殿，这里原本是有房屋的紫禁城最北边的地方了。出了这个门，应该就出了紫禁城了，还有城墙围着。这个属于是紫禁城的城墙，你看。出了这个城墙，就出了整个顺化皇城了。护城河还在外面呢。这个叫仪凤门。这个是扫码共享单车。我们看一下阮朝的历代皇帝啊，从1802年。1861年到1941年。过去皇室是用大象来作为皇家出行的御驾哈，大象跟老虎在搏斗，也挺漂亮的，草长莺飞的感觉。Hello, I think your clothes look nice.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Okay. Oh, thank you. Hello. Xin chào, cảm ơn. Are you student? No, I'm a teacher. Teacher? Yeah. Oh, all of you are teacher? Yeah. Oh, you are look so nice. You smile. Thank you. So, which major you teach? I'm a teacher, private teacher. School. Oh, private school. Oh, teach maths, English, or Vietnamese? Math and Vietnamese. And Vietnamese. So can you teach me one Vietnamese? Đây đẹp quá. Mean that's a beautiful view. Beautiful view. Ở đây đẹp quá. Ở mê đẹp cá. Ở đây. Ở đây Đẹp. Đẹp ở quá. đây đẹp quá. Yes. Ở đây đẹp quá. Yes. Oh,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time. 荷塘，这几名女孩很热情跟我合照了，我帮她们拍几张漂亮的照片。今天出了很多汗了，要买一瓶这个电解质的补一下水。在越南啊，每天最爽的时刻就是在很酷热的时候买一瓶这个冰镇的饮料。其中一个皇帝跟法国官员合照，1922年。19世纪末期，一些庆典准备演出的音乐学生们。这就是太和殿的内景啊，刚才没能拍。太和殿内景，1920年。1924年，皇后出行40大寿，
这个阮朝的一些高官合照啊，在20世纪早期，这就是末代皇帝啊法官的一个合照，20世纪初，1889年到1907年。这是1684年的一个铜缸，被列为民族遗产了。这个里面有钱。阮朝是持续了140多年啊，从1802年到1945年，所以它这个不同年代的一个阮朝皇帝的一个照片。现在阮朝为什么能够统一南越跟北越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跟法国呢有很好的关系啊，包括像法国的一些军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这种武器啊，包括舰队的一个培训等等的。咱们能看到这些是这种大炮。这一位皇帝在位期间是1885年到1889年，在位4年时间。这个是末代皇帝坐着马车去参加典礼。thì chúng ta có tổng cộng là 11 cái vạc như vậy. Trong cái khu vực này là chúng ta đặt 5 cái, 2 cái ở sau lưng thì phải hoa bên này chúng ta vừa đi qua. Và vậy là mình dạ vâng, thì tổng cộng ở trong hoàng thanh Huế là sẽ có 7 cái. Và cái còn lại là chúng ta có Thằng cái miền Tây không ở đây. Ai xong đây. Ai xong cái vàng. Ai xong cái xem. Chị đưa cái mặt chị lên đây để em túi cái. Tôi mặc cái giấc công chúa. Em mặc thôi.迎宾衙门，保大11年，末代皇帝11年，很精美的一个叫圣德千秋蒙教育，神功万古养威灵，皇城高望帝都雄，平巅乾陵香水秀，香水就是香江。凤凰踩着乌龟，九天玄，
透着这种巧思独韵。上面的图案仿佛还诉说着一个一个历史故事呢哈。这条龙断了，这个是叫什么人门啊？那个字不会念。这些城门都好漂亮啊，就是特别的古色古香。游览已半成废墟的顺化皇城，不免有些感慨。城墙在今天依旧巍然不动，杨昔日的黄龙旗早已不再飘扬。阮朝自嘉隆帝定都于此，历13帝100余年的春秋，终在烽火和风雨中谢幕。战争的炮火曾将殿宇化为灰烬，紫禁城的檐角与单墙在浓烟中翻覆，但湘江仍从山间缓缓而来，穿过古城奔向东海。江水无声，仿佛对王朝的更替与人世的悲欢早已习以为常。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唯有这滚滚东流的水，将一切载入时光深处，任后人凭栏而望，叹息沉思。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影片给你一些启示，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